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德国奔驰退出中国市场了吗？在我们讲今天这个主题之前，我先讲一下昨天的新闻啊。昨天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就是伊朗的核科学家叫法赫里扎德啊，被在这个首都德黑兰啊被刺身亡啊。这件新闻发生了一件这样的新闻。我在这个新闻当中，我就做出了一个我的判断，或者是我的猜测，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判断啊，就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幕后主使人应该是美国啊，谁动的手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应该幕后推动这件事情的主使人应该是美国。为什么？我的判断依据是美国是这件事情的受益者。所以我认为是美国推动的这件事情，幕后策划。后来有网友批评啊，说你每次都说你做新闻的判断要有事实依据啊。那这件事情我要道歉啊，为什么？因为我做的这个判断呢是一个猜测啊，这个猜测是分析的结果啊，这个分析的结果是有我的判断依据啊，当然这个判断依据不能作为事实，但是有它的道理啊，中间有它的逻辑道理啊，我应该在做这个判断之前，我应该跟大家讲明白啊，就我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那么我讲一下把这个逻辑重新捋一遍，大家就理解我的逻辑是什么。川普政府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决定，退出伊朗和伊核计划啊。伊核计划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一个核协议啊，就是说伊朗退出这个核计划，不实行核计划，美国提供援助啊，给他经济上的补偿，这是个核协议啊。那么川普政府呢就退出这个核协议，这个核协议是当初是奥巴马政府跟伊朗达成的一个这样的协议，就是要伊朗放弃核计划。那么美国退出这个核计划之后呢，对伊朗进行制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退出伊核计划之后呢，美国才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原因是什么？原因对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主要的威胁来自哪里？其实不是美国啊，也不是以色列，其实是伊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把这件事情摆清楚之后呢，中东和平进程就开始了。所以，那么现在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最大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呢？美国方面呢，其实我讲的是川普政府。为什么？因为现在面临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政府的更迭，就是说拜登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那么川普政府他面临的拜登呢，又曾经非常明确的讲过，他会重新恢复核协议啊。那么恢复核协议意味着中东和平进程可能面临的新的问题。现在如果这个伊朗的核科学家被刺，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的核计划受到重创。伊朗的核计划受到重创的话，他还能不能启动这个核计划且两说呢？如果伊朗连核计划都启动不了，为什么美国还要回到这个核协议当中去呢？所以他回到核协议当中去的动力就没有了。所以那也就是说，川普政府整个中东的这个局就能维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叫这个法赫里扎德被刺最大受益者是谁？是川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啊！我把这个逻辑再重新讲一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另外一条新闻，这另外一条新闻从侧面证实了或者是肯定了我的这个逻辑判断。为什么？
美国航母尼米兹号在这个法赫里扎德被刺前几天部署到了波斯湾就是前几天的事情。那么美国海军今天表示，尼米兹部署作业与任何明确的威胁无关那么他是在这个驻扎在巴林的第5舰队发言人那么在尼米兹25号25号就是前星期，我看一下星期几25号就是星期三星期三部署星期三部署完毕，然后发表声明说，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再次部署到波斯湾，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任何明确的威胁。他说，这次部署与美国减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驻军有关，这项行动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可用军力，因应任何威胁，并阻吓任何敌人在我方兵力削减期间采取对我军不利的行动。那么以色列的电视台报道，在伊朗发表这个，因为这个法赫里扎德被刺伊朗在法赫里扎德被刺之后说要报复，所以以色列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大使馆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就是一个这样的局势那么也就是说，美军在法赫里扎德被刺前几天，把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到了波斯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方面不是没有准备的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军的这个部署从侧面证实了我的看法我的猜测我们讲猜测或者是分析那么我们今天再讲一个什么呢？再讲一个分析这又是一个分析这个分析，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上每天会看到很多的消息，很多的新闻。我们基本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不仅仅是摄取新闻，摄取各种信息，我们还有判别这些信息的真伪那么有些信息看上去很真实，有些信息看上去不靠谱，那么我们都要进行分析。只有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我们才能够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对这个世界的感官或者是一个判断那么这件事情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推文，这个推文是这么说：昨天见到一位邻居，他40岁说失业了，他一直在京郊顺义的合资企业北京奔驰汽车厂工作，收入不低，怎么会失业？据他讲，德国方面多年来一直和中方合作愉快，产品卖得不错。那么中方前些年在厂内成立工会之后，去年要求建立党委及下属支部，书记还要参加董事会，德方不接受这个违约安排，僵持了半年多，中方不容讨论，德方只得宣布终止合同，承担损失，退出合作。据说中方原估计德方会权衡利弊，屈膝投降了，没想到他们宁折不弯，这一下又是几千人失业这个新闻很有冲击力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个习近平反改革的一个结果而且也看到了这个外资企业在面对中国市场上的态度上的转变，它可以满足很多人心理上的一种需求但是我看这个新闻我有点怀疑，因为这是个太完美的故事就是说它基本上完美满足了大家在几个方面的需要，看上去很真实。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按照你想象的方向发展通常是反过来
啊。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向发展啊。所以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情况，一查之下呢，它的确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奔驰和北汽的合作，大家知道啊，中国生产的国产的奔驰是奔驰和北汽合作的一个公司生产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2005年发生的啊，所以在中国是可以买到国产奔驰啊。那么他讲的这件事情似乎是在讲德国的奔驰啊，就是这件事情。但我上网一查呢，其实不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德国奔驰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仍然是在跟北汽合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发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叫梅赛德斯奔驰技术集团和北汽合资组成的这个北汽德奔技术中心啊，这是一家公司。退出的是谁呢？退出的是这个啊。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2015年，北汽集团和梅赛德斯奔驰技术集团啊，梅赛德斯技术集团是属于梅赛德斯奔驰的，它奔驰下面有一家公司就是奔驰技术啊，成立一个什么北汽德奔啊。北汽德奔呢，注册资本是1000万美元啊，总部设在北京，然后在斯图加特也有办公室，总投资是2500万，北汽占51%，然后奔驰占49%啊。然后现在再去一查呢，发现呢，北汽德奔持股双方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北汽变成了100%，然后这个梅赛德斯奔驰技术集团0%啊，也就是说，梅赛德斯奔驰的技术集团呢退出了北汽德奔公司啊。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呢？这家公司其实呢，2015年成立的这家公司呢，当时是专门为北汽集团提供技术的啊。那么然后呢，他北汽自己也生产汽车，他北汽自己的汽车啊。然后呢，他是奔驰跟北汽合资一家技术公司，这家技术公司是为北汽提供服务的，跟北汽和奔驰公司合资生产国产奔驰也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理解了吗？然后呢，当时呢，北汽呢非常对这家公司寄予厚望，因为北汽自己的汽车技术研发能力非常的薄弱，他就指着呢和德国奔驰技术集团合资一家东西，研发自己的整车，然后给北汽用，这是为北汽集团服务的，不是为了这个北汽跟奔驰合资公司用啊。所以呢，当时呢，北汽的很多高端的这个汽车确实用了北汽德奔技术给他们提供的技术啊，包括像什么越野车BJ90 就他们的吉普车啊。而且呢，奔驰还把上一代的一级车，就是奔驰一级车的这个平台一些核心技术交给这个北汽德奔中心，转给这个北汽集团用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就等于是奔驰技术集团退出了北汽德奔，北汽德奔就剩下什么呢？剩下北汽他自己。北汽本来是指着这家公司帮北汽集团搞技术开发、搞产品，因为北汽自己的技术那很落后。中国的情况大部分是这样，我就经常讲，中国的制造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他自己没有自己研发的能力。你说北汽集团这么大的公司，卖这么多的汽车，挣这么多的钱，但他自己的研发能力不行，他要靠北汽德奔。北汽德奔的技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奔驰技术集团。奔驰技术集团是奔驰集团下面的公司啊，就是一个这样的链接链条。然后在中国生产这个叫什么？叫国产奔驰的汽车的名字厂子叫什么呢？叫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啊，它是2005年成立的。然后北汽是北汽和奔驰集团合资的公司啊。那么，然后到了2018年开始呢，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啊，什么规定呢？就是到2022年开始，乘用车外资比例取消这个限制。那原来规定的很清楚，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当中啊，汽车合资企业当中，外资不能超过50%啊，外资不能超过50%。那当然，这个是违反了当初中国在 WTO 的限制承诺的啊。然后就是2018年，发改委和这个商务部宣布说，我们现在这个股权限制呢，就取消了。那取消了以后呢，其实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宝马已经很快的就开始跟这个华晨谈，然后很快就谈妥。宝马原来在国产的宝马是跟华晨合作，就是辽宁华晨，之前这个华晨集团就是前一段时间违约的那个集团啊，债务违约的那个集团。然后从宝马呢，已经把他们在国内的这个合资公司的这个股份由50%提升了到了75%。然后大众跟谁合作？大众跟江淮大众合作，也由50%提高到75%。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情况就是奔驰也想把他们北京奔驰的这个股份啊，就是生产这个国产奔驰的提高到他们期望到没有那么高，他说我们想提高到65%。那么北汽和华晨和这江淮不同，北汽有黄汽就是黄城根儿，它力量更大一点，这个谈不下来。北汽立场非常的强硬。北汽立场强硬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北汽它的整个集团的收入90%来自国产奔驰，因为它占51%。而且它占51%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它能并表，能够并到它的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去。如果它的股份一降下，它现在就是国产奔驰对北汽来说，第一，大量的现金流来自于国产奔驰；第二，大部分的利润也来自于这个国产奔驰。它还指望能够在国产奔驰中的这个比例还要提升一点，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他的想法跟这个奔驰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双方就杠上了。杠上的情况是怎样？杠上的情况，可能的一个情况是，奔驰是通过什么呢？奔驰通过退出北汽德喷来给北汽施加压力，我估计是这样这件事情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德国奔驰有没有退出中国市场？当然没有，他不仅不想退出，他还想增加合资公司的股份，这是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大家记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新闻，一看过去很舒服，很符合我们的期望，通常都不是真的。我在这里非常非常明确的提醒给大家，就是说，如果一个新闻里面若干个要素
真的非常符合你的这个期望，通常不是真的，好吧？我就把这个新闻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今天是周末，然后昨天又是感恩节，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这个网上这个传言来跟大家分析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求证的方法一些基本的求证方法。你比如说，其实一些简单的求证就能够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你比如说像今天我讲的这个推文我大概只做了4次到5次的搜索，我就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所以实际上现在的互联网，特别是谷歌Google 呢，其实是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因为它把人类的知识由线下放到了线上所以人类的知识现在都是在线的。通过这种线上的知识，我们可以迅速的获取很多需要的资讯，用一些简单的搜索，我们就能够评判一些事情的真伪。这些一些编故事的人呢，大部分的人他都指望大家懒一下，其实稍微的检索一下就能搞定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前天的新闻里面有一个东西搞错就是关于网上身份证。网上身份证呢，我有网友纠正我不是 EID， 而是 CTID。CTID 我今天更正一下，那是 CTID。那么 CTID 大家上网布置一下功课大家上网搜一下是什么，好吧？但是是同一件事情，只是我弄错了这个名字好吗？大家上网搜一下，看看我错在哪里，好吗？好，那我现在再做一个我们每周本来就经常要做，但是经常被挤掉的下周展望下周展望，下周前瞻。今天我们讲讲10月30号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就总理理事会举行。李克强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30号在北京应邀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19次会议。这次会议由什么呢？由印度主办，以视频方式举行。这是今年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主要的活动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中日正式启动快捷通道，经过双方协商，中日两国政府已经就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建立便利双方商务等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达成共识。中日快捷通道将于11月30号正式启动，就是方便双方的商务往来。好，产油国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定于11月30号到12月1号召开会议，确定明年就是2021年原油产量的政策那么这次预测主要产油国就欧佩克推迟明年增产计划的可能性会增大，或许会继续收紧这个原油供应因为现在油价还是比较低然后就是39只 A 股纳入 MSCI 旗舰指数。MSCI 呢宣布11月半年指数调整结果，包括北斗星通、赤峰黄金等39只股票纳入 MSCI 中国指数，鞍钢股份、北汽蓝股等32只 A 股股票被剔除 MSCI 指数，调整于11月30号收盘生效。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然后是法国分3阶段解除全国性的封城lockdown 的这个举措。第一阶段就是从12月1号开始允许商铺重新营业，第二个阶段就是圣诞节假期前，第三个阶段是明年1月12月1号开始，荷兰在公共场合如果不戴口罩面临95欧元的罚款。
出口管制条例啊，出口管制法12月，中国的出口管制法12月1号实施啊。那么主要是这个出口管制法就是跟美国学的，就是制裁其他国家啊。澳门放宽内地入境外国人的限制啊，就是12月1号开始，澳门无就是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身份的非本地居民，就是外国人士，如果入境前14号在内地逗留，家属团聚或者其他澳门特区有密切联系的例外情况，可以入境啊，就是让外国人入境，就是在香港、内地，还有台湾的人14天在这几个地方逗留的，可以入境澳门啊。然后台湾启动秋冬防疫专案，12月1号啊。那么如果按照规定没有佩戴口罩啊，在公共场合没有佩戴口罩，罚款3000以上，然后1.5万台币以下。12月2号，中俄总理举行第25次定期会晤。12月2号，英格兰解封，英格兰解封是12月2号的按时解封。那么随后实施新版的3级防御措施。12月2号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要关注一下，香港这个西九龙裁判法院会对这个黄之锋、林朗彦还有周庭3个人作出判决啊。那个他们是两个罪，一个是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之锋啊，这个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他们3个人都认罪啊。然后12月2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朱军性骚扰案，12月2号在海淀人民法院开庭，当事人玄子日前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开庭的时间信息，他希望朱军本人不要逃避啊。12月3号，联合国召开这个新冠疫情特别会议啊。韩国的这个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 CSAT 12月3号举行，这就是韩版的高考啊，每个考场今年考生规模大约48万啊，设1185个考点啊。然后就是12月6号，委内瑞拉举行议会选举啊。据说美国用的这个软件来自于委内瑞拉，那正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原因就是他正在选举，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会不会他们在造假。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大体这样啊。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吗 ？OK， 我们进入互动明谢 John Smith 恭喜王生达到23万的 follow， 祝王生同家人感恩节快乐，感谢王生一路陪伴，多谢谢谢谢谢。10月天谢谢 C Helen 谢谢王老师你好，我从今年疫情开始关注您的客观公正和专业令我非常钦佩。我刚刚通过 CPA 的考试并领到第1份薪水，以微博的表达一下对您的支持，会永远支持您。谢谢 Helen， 恭喜你。希望我们这2天呢我在推特上面也发了一通脾气然后的确是也有一点愤怒，有点生气吧就说
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我可能上当了啊，就是说，其实那都是五毛干的，以五毛为主体啊。那么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平静下来啊，所以推特上面的事情大家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啊。我想有2点在这里表达一下。第一个，其实我们有这个节目能够发展到今天啊，取得一定的成绩吧，我觉得啊，那么是各位网友的支持啊，没有各位网友的支持，那是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成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受到了一些攻击啊，这些攻击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些事情我做对了啊，我才会受到攻击。如果没有人攻击我，那这个节目就没有价值啊。所以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会坚持啊，有你们和我一起，我们坚持走下去啊，谢谢啊。好，我们进入互动。提问：前2天中国突然对澳洲红酒加征20%、200%的关税，明显是政治原因，这是不是代表了 RCEP 这个东西开始都没有就完了呢？本来我今天是想讲这个题目，就是其实为什么中国会针对澳洲？其实这件事情不意外啊，我一点都不意外。从去年开始，澳洲在很多问题上，它会在五眼联盟当中，其实澳洲是比较激进的一个国家，就是针对中国啊。那么包括之前的间谍案啊，包括间谍案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冲击非常大啊，冲击非常大。我觉得那次它是非常痛的。那澳洲把这件事情捅出来，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啊，这是。然后后面的一系列在疫情过程当中，澳洲是非常的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的问题啊，所以中国为什么对付澳洲这个理由，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很清楚，就是澳洲让中国很痛。那么为什么他选澳？其实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其实都做了一些动作的啊。他为什么选择澳洲？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这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澳洲之间的这种经济结构的关系，就是说他们之间经济上有互相依存度，有一定的依存度啊。那么到底有多痛？到底怎么样？我这个题目呢，我会找个时间把它重新理一遍啊，我们重新讲。但是肯定一点，跟 RCEP 有没有关系呢？跟 RCEP 关系不太大。但是这个时候他对澳洲动手，那是不会考虑 RCEP 的问题的。RCEP 不是一个，我觉得他现在 RCEP 刚刚成立嘛，所以他有没有去考虑这个因素？我觉得没有考虑这个因素。RCEP 对他，大家可以用这个平台的理由去批评他，这个没问题，但是没什么影响啊。观点 RCEP 会加速中国的产业链外移到东南亚，因为现在要做中国市场，也不用在中国设厂，那当然优选东南亚，这样又可以卖美国，又可以卖中国。RCEP，你其实没有 RCEP， 产业链往东南亚移的这个情况是普遍发生的啊。我们要详细的再看一看。其实核心的条件是什么？要看 RCEP 的这个条款是什么条款，你才能真正的分析 RCEP 对这整个区域的这个产业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请问王老师，现在在国内做时事媒体是不是算是高危行业？如果不是官媒的话，没有官媒你怎么做时事啊？我觉得很难吧。你像网易啊，网易新浪现在活得很艰难，并不是他没钱挣，是那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提了到这个网信办去开会批斗。如果你当一般的编辑没事啊，如果你当一个小组长也关系不太大。
但是你要到一定的级别的话，那是有点不舒服的啊。你网信办那些官员如狼似虎，而且都是打电话啊，没有痕迹的啊。情况，今年公务员国考165万，历史第2高，平均61个录取1个，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非常正确。观点，前几天Musk 发推说中国的电动车厂偷窃了特斯拉和苹果的代码，就是小鹏吧，小鹏电动吧，其实这些人都了解中国的游戏规则，他们确实不愿意被剽窃，但也绝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么大个市场，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希望利润最大化，只要其代价是可以忍受的。你这价值观不对啊。他们被剽窃是一件事情，他跑到中国去做生意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说他去中国做生意他就必须接受这个剽窃。所谓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什么？潜规则就是违规，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角度去陈述，因为这个角度去陈述的话，等于我们在默认潜规则就是规则，潜规则不是规则，潜规则是反规则啊。提问，王老师好，今天网易新闻发表题为900亿信用卡爆发式预期，银行不良资产或将增至3.4万亿，人均负债12万的文章。王老师能否分析一下这类明显不符合政治正确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政治正确嘛，就看你拿哪把尺子量啊。就是说，中国在中宣部管理这些媒体，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就叫模糊界限。为什么？共产党当年在做这个地下工作的时候，他就利用什么呢？利用国民党的一些就是法规啊，然后他就在国统区做宣传，所以他们就钻这些空子啊。所以中共建政之后，他的策略是什么？他就是没有新闻法，中国是没有新闻法，中国没有新闻法。当年就这个。我忘记是谁了，说了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共的心态。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有新闻法？有了新闻法，它就有空间了；没有新闻法，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没有空子可钻。我想做到哪就做到哪。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新闻法。所以呢，你看现在我是有感受的啊。他不告诉你那条红线在哪里，因为告诉你那条红线在哪里，你就沿着红线走就可以了，大家都很安全。”他不告诉你那条红线在哪里，不告诉你红线在哪里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你只能紧着这边走，不能往那边走，理解吗？那么不告诉你红线其实就是一种威慑，就是让所有的媒体人自我审查，你也小心一点，一不小心碰线了，那他随时可以打电话来找你麻烦，说你这个违规了，这个违规了，那个违规了，找你麻烦，因为他其实没划定一个红线。所以呢，你可以看说，你问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不符合政治正确？正好，这就是中宣部要的这种效果，或者网信办要的效果。你自己给自己画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这条线就是你自己认定的这条线。你看，你已经认定网易的这条新闻不符合政治正确了。这就是他要的效果，但如果可能按照他既定的这个线，可能在这里，这条新闻可能就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你说它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它什么原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政治正确，就是每个人都被迫的在自己心目中建立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那条线，每个人的界限不一样，理解吗？所以我没办法评论这件事情。好吗？观点，因为给媒体提的封锁言论的要求并无法可依，不可详细解读，所以不得不模糊。但是，一旦谁越界，下场会很惨。所以媒体们会自我审查，就是这样。他就是要自我让你自我审查，
让你自己往回退，紧着这边走，而不是紧着红线走。紧着红线，大家知道，如果他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他的老板要骂他说：“你这看媒体怎么这么讲？”如果那些媒体都沿着红线走，领导一骂下来，责任在他。他不画这条红线，责任骂下来，他没责任，因为他没画红线，他直接把这个责任推到下面的媒体就可以了。这也是一种官场上的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前面这个原因，让大家自己去画红线，画越收越紧的红线，他声音越高，大家红线就越往后退啊，就是这样。观点：中国国际形象明显提升，导致各国企业为了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跑去压榨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于是中国外汇贬了。这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目前和澳的冲突貌似在进行报复，其实是人民政府找了一个体面的借口，告诉澳方，未来我们越来越不喝红酒了，买不了了。这种反话，尽量不要跟我讲这种反话，我反应不过来，因为我没有准备啊，我是边读边看，然后做出即时的反应。如果你绕一圈，我跟不上啊，好不好？理解一下。提问：请问当年朱镕基国企不良资产改革中，伯黎的不良债务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国企的不良资产主要反映在哪里？金融机构啊，国企的不良资产主要在金融机构，四大银行啊。四大银行怎么处理这个不良资产呢？四大银行处理不良资产就成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把所有的不良资产卖给资产管理公司。四大银行每家都有一个啊，这四家公司都发了大财啊，然后都变成了上市公司，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不良资产中间有多少猫腻了，就无数的猫腻啊，就说这就是利益输送啊。那么其他的企业有没有不良资产？国企如果你是个经营性的企业，不存在不良资产啊。情绪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因为还在读书，现在就希望毕业后赶快赚钱，只想带父母到美国转一转，因为父亲爱吃海鲜，所以想带他去西雅图吃螃蟹。王老师有什么建议吗？谢谢王老师。很理解你的心情啊。我大学毕业第一件事情，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是拿来请我们家里人吃顿饭啊，然后给每个人买礼物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愿望，所以我非常非常支持鼓励你有这样的心情啊。我也觉得这种想法非常的合理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没去过西雅图吃螃蟹啊，谢谢啊，抱歉啊。但是我觉得，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搞清楚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啊，我就尽量的去读多点书，不是，读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是为了你找到自己适合你的、符合你意愿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工作。所以学以致用是最重要的啊！读书不是目的，读书是手段，学习是手段。你读完书，你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你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学习，你都必须持续的学习。所以读书是学习的其中一个阶段，最终你要去工作，工作要谋生，找到你的自身的价值，把你自身的价值实现出来，那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一个父母也好，一个自己也好，我们要很清晰的搞清楚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怎么去实现，尽快工作吧，尽快工作吧。而且我是觉得，大学毕业就尽快的去工作，因为你有条件工作，就要尽快的工作，比读书。给你的培养和训练比
比在学校那效率高10倍啊，所以尽量的去工作吧啊。大概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我学的是新闻，新闻是一个实践的行业，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工作可能1个星期可能够你读1年的时间了，所以工作更重要，更好的学习就是工作啊。观点王老师好，美国大选感受：一，对美国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增加了知识；二，对美国中文各方面媒体的信息真实性需要有自己的客观判断；三，川普展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拜登是一个常人眼中的政客，我更喜欢川普的风格；四，大选无论谁胜出，美国在这次大选中的选举方式、司法、媒体、党派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产生很大的影响，需要纠错。记住王老师的一句话：独立思考非常正确。就是你看到一段新闻，你还是要先脑子里要有一个问号啊，然后再去选择接不接受啊。提问：今天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权，既然是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和制衡，就会产生腐败和堕落。那么目前谁来制约第四权？好问题啊。我们还是有一点，喜欢用这种叫什么排比句啊，就是说表达方式啊，谁来制衡媒体？谁来制衡媒体？媒体我们经常讲，媒体是第四权，它是作为一个整体啊，作为一个整体，媒体本身就在互相制衡。为什么？因为没有宣传部啊，在美国没有宣传部啊。媒体首先有个前提就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成为一个出版商，就可以发表你想发表的意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就是说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这3个自由保证了整个的媒体市场充分的竞争。当这个媒体市场在充分竞争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就在监督啊、制约啊。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美国的这个政党一样。你的政党，如果你只有一个政党，那当然就独裁啊。当你有若干个政党在竞争的时候，这就是民主制度啊。媒体也是一样啊，媒体互相制约啊。你这个媒体报错的新闻，第二天其他的媒体都在报跟他相反的内容，这个媒体就出错了，他就被监督了。他会不会负责任？会有负责任。如果你错了以后，记得吗 ？CNN 曾经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就是 Lin Wood， 就是这次这个川普律师团队的一个 Lin Wood 律师，就是跟 CNN 打官司，帮一个美国的小孩赢了好多钱，我忘记了多少钱，具体的忘记了。就是如果你犯了错误会怎么样？犯了错误你会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可能有些媒体就直接倒闭了，因为你没那么多钱赔啊。那 CNN 当然有那么多钱，但是有些媒体就没那么多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媒体谁来监督媒体？媒体互相监督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市场竞争加上言论自由，是确保媒体不断的被纠正的一个非常重要。当然还有一个司法的底线啊，司法的底线。你要是乱报道，那我会告你破产为止啊。这是媒体的监督机制啊。那你说要不要成立一个监察部来监察呢？那如果你是不用这种方式来监督的话，那你每个监督机构后面不是得站一个人吗？观点我同意王老师关于潜规则就是反规则的理论，但是 CCP 就是用这么大的中国市场来要挟所有的资本和西方国家来根据自己的流氓规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迪士尼和 NBA。
现在看到这些圈内的人的一些抗议和反感，但是总体上我对他们的反抗的效果并不看好，所以我非常赞同川普和 CCP 脱钩的政策。如果不能够认同普世价值观，遵守游戏规则，就不带你玩了。正确，同意。川普的脱钩战略其实是非常有力的回应中共的潜规则啊，就是你不符合我就不跟你玩，不跟你纠缠，不纠缠。中共很厉害的就是纠缠，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中共在纠缠这个领域非常的厉害吗？有2个原因。第一，他没有底线，他不受事实的约束，他不受道德的约束，他不受方法论的约束，他只要怎么有利就怎么来，所以他纠缠起来非常有利，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共他啥都不干，他不干正事，他只干这些事情，他当然有时间精力跟你耗，对吧？你要干正事的话，那你怎么干得过他？就是这个原因。观点：中国政府现在种种的新政策都不让人民币变成其他资产的途径，那么老百姓到时候只能看着手里的钱贬值，而没有别的动作可做。外汇、贵金属、红酒其实都是投资手段，现在禁止就是为了将来的人民币大贬值做准备。我看不到那么远你看到了，大家参考一下啊。情况：本人大3医学生在读，反感目前日益苛刻的监控管制，联想到目前激烈紧张的医患关系，越发想出国。好好努力吧。提问：今天看到5大行停止贵金属开户交易，官方的理由是受国际市场影响。王老师觉得事实真的如此吗？我觉得是一箭双雕吧。一方面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可能的情况就是避免发生这个原油宝事件重演那么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所有和金融风险有关的事情都不让干原油宝其实是发生了一起金融风潮那么既然会发生金融风潮，一看黄金可能会跌全部停掉，开新户旧的可以，但新的就不让开了。这可能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中共现在的这个官场的思维，就是把这个可能性给灭掉，就是不要等发生了再说，只有有这个可能性就把它灭掉，这是一种官场思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别忘了，那是保证金交易。保证金交易的话，就是我把人民币放进去，那么那边是在用美元交易的，它可能会不会中间有一个外汇需求的问题？我现在没想清楚。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些关联，但这个关联到底怎么关联出来的，我没想好但可能性这有这种可能性。情绪：支持王健先生，我知道不在美国大选的候选人问题上站队，让您失去了一些观众，但是也让很多人更加坚定地支持你。在川粉川黑观点极化的背景下，双方会看到自己喜欢的阴谋论，攻击所有反对甚至不公开支持各自阴谋论的人。但阴谋论夸张但被证伪的预测只能让媒体人长期丧失听众。王先生不要灰心，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非常感谢，很暖心我不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遭受了损失，老实讲我真不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选择嘛，这个市场是个非常开放的市场你喜欢这个人，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你可以选换另外一个人，这个非常自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到底怎么样时间会证明一切观点：越来越讨厌美国大选这个议题，王老师就多谈谈国内的情况。美国大选我觉得只看高院判决就可以了，如果9个大法官都被收买的概率极低我不认为美国大法官有被收买的可能性我连可能性我都不相信
观点：未来的世界下一阶段就是除了传统媒体以外就是自媒体。由于科技的进步，每个人都可以当新闻记者来爆料，现在已经开始萌芽了。在多姿多彩的新闻通讯里，真真假假就必须靠每一个人的聪明的智慧来判断了。不对，不是这样啊。自媒体是成为媒体的一个形态，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大家记住啊，专业的媒体永远是媒体市场上的主力啊。自媒体可以成为媒体市场上的其中一个生力军，只能是一个生力军，它不是主体。为什么？大家知道，可靠、专业，而且高频发声的这个专业媒体才是这个市场上的骨干和主力。没有这个骨干和主力，媒体市场上根本撑不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自媒体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不能够成为媒体市场上的核心力量，核心力量还是专业媒体，这个毋庸置疑啊。提问：中国现在搞爱国卫生运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说是在重点在运动，只是制造紧张气氛。没看到，我没看到爱国卫生运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每年都搞，今年有什么特殊我没看出来，我看到了再说好吗？观点：不认为奔驰会要更多的股份，现在奔驰的股份已经变成0%了，谈判不应该是这么谈，如果要更多的股份，放消息就好，没必要在股份上变成0。你肯定没有听完整个故事啊。是这样，这里有2家公司，一家叫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国产奔驰。另外一家公司叫北汽德奔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奔驰跟北汽的合资公司，他们专门做技术的做技术做研发的，他做的技术和研发甚至是产品卖给北汽，北汽拿着这个技术和产品去生产汽车，理解吗？那么北汽德国奔驰想在北京奔驰有限公司的股份当中，它德国奔驰公司占 49%， 北汽占 51%， 虽然叫北京奔驰有限公司那么德国奔驰想提高的股份是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出售国产奔驰的合资公司的股份，他希望由 49% 提高到 65%。 他现在呢，可能他实现不了，他把北汽德奔的公司原来也占 49%， 清零退股。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告诉北汽，没有我的技术，你的生意是做不下去的，施加压力，我认为是这样你把这公司的名字，2家公司的名字没搞对啊。观点：中国没有未来。今天坐一趟地铁，所有年轻人都在玩抖音、快手和微信、微博。现在的中共根本不需要去管控他们，他们自己知道自我审查。只有我们这些刁民还在负隅顽抗。OK， 观点：自媒体对主流新闻的一种汇合总结吧，给人快餐式阅览的一些总结。因此，自媒体是一种媒体功能，但无法取代专业媒体的作用。当然，这是非常正确的。好，明谢阮光能，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